德意志的坦克底盘加上美利坚的地狱火导弹，这就是新一代主战坦克颠覆者、陆战法则的未来定义者，代号福克斯 JAGM 的导弹坦克歼击车。作为莱茵金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强强联手研发的新概念歼击车，福克斯 JAGM 算是将海军的作战理念直接移植到了陆战平台上。那么问题来了，这辆由两大军工巨头联手打造的陆地武库舰，究竟是一次海舰上路的新试验，还是开启未来战争的新选择？世界各国是否有能和福克斯 JAGM 匹配的对手？莱茵金属和洛克希德马丁的合作究竟是一时兴起，还是在为新时代美欧联合军备研发奠定未来？探究胡适 JAGM 诞生的原因，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在现代战争中，传统的反装甲体系遭遇了什么瓶颈？长期以来，北约地面部队的反装甲任务主要由两类平台承担，一种是装备大口径火炮的主战坦克，负责正面决战；另一种则是搭载少量反坦克导弹的轻型车辆或步兵战车，他们通常扮演着伏击和补充火力的角色。然而，这一体系在新的战场上开始显得力不从心。首先是生存性的问题，无论是主战坦克还是轻型导弹发射车，它的攻击方式都决定了自身必须进入一个高风险区域，开火也就意味着暴露了自身位置，随即可能招来敌方的反击。在无人机与远程炮火无处不在的战场上，这种战术风险正变得越来越高。其次是火力持续性的问题，传统的导弹歼击车载弹量通常在4到8枚之间，打完一轮后就需要撤出战斗。面对敌方的装甲集群，这种点射式的火力难以形成压制效果。最后是任务弹性的问题，这些平台的功能高度特化，打坦克是好手，但面对现今战场上巡飞弹和侦察无人机满天飞的状况，他们只能小手一摊，望天兴叹。正是考虑到这些痛点，北约意识到需要一种能够在远距离以高密度火力同时应对多种类型目标的新型地面打击平台。而这个需求恰恰是目前的军工企业难以独自解决的问题。比如德国的莱茵金属，作为欧洲陆战装备的领导者，拥有全球顶尖的战车设计和制造能力，其胡适、全狮犬等轮式底盘以高机动性和可靠性闻名于世。但莱茵金属的强项在于平台本身，对于远程精确打击弹药，特别是在反装甲与防空能力的多用途导弹领域，它并非顶级军工企业。而此时，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则手握着一张王牌，那就是 JAGM 联合空对地导弹。这款导弹本就是为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和无人机量身打造的。它采用的复合制导模式和16公里射程，不仅能猎杀移动中的坦克，还具备对抗低空飞行目标的能力。于是，一次跨大西洋合作就此开始。莱茵金属需要一种足够先进且能与北约体系无缝对接的导弹，而洛克希德马丁也渴望为其先进的空对地导弹开拓一个全新的陆基发射市场。这种基于双方技术优势和北约内部供应链整合战略的互补性合作，将德国精湛的车辆工程能力与美国顶尖的导弹技术相结合，最终催生出了胡适 JAGM 这一辆陆战先驱。要理解胡适 JAGM 的颠覆性，我们需要逐层解析它的技术构成与战术逻辑。这套系统的核心正是莱茵金属的平台技术与洛克希德马丁弹药技术的深度结合。首先看平台本身，一具经过数字化改造的钢铁之躯。胡适 JAGM 的底盘选用的是莱茵金属最新的胡适进化型。这款6×6平台本身就是经受过战场考验的成熟底盘，它规避了研发新底盘带来的巨大成本和风险，确保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和快速列装能力。但这并不代表胡适 JAGM 是老瓶装新酒，莱茵金属对其进行了彻底的现代化升级，首当其冲的就是动力与传动系统。它配备了防抱死刹车系统和中央轮胎冲击系统，这赋予了它在复杂地形下的高机动性，无论是公路疾驰还是野地穿行，都能快速抵达发射阵地。第二也是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胡适 JAGM 兼容了北约通用的数字化电子系统，这相当于为车辆搭建了一个开放式的操作系统。正是得益于此，洛克希德马丁的火控与导弹发射系统才能即插即用，如同 USB 一样被高效地整合进来，并与车辆的传感器和数据链实现信息互通。而洛克希德马丁为该项目提供的也并不仅仅是 JAGM 导弹本身，而是一整套打包的精确打击解决方案。这套方案的核心源自海军 MK41 垂直发射系统的陆基化应用，它由6个独立的4联装发射模块构成，共24个发射单元。这种模块化设计未来甚至可以移植到其他平台上，比如8×8的全狮犬装甲车。而 JAGM 导弹则为这个平台注入了灵魂，这是因为 JAGM 导弹的导引头整合了毫米波雷达和半主动激光两种模式。在实战中，这意味着指挥官可以根据目标性质和战场环境灵活选择。
在面对开阔地的坦克纵队时，可以使用毫米波雷达模式实现发射后不管，让虎式 JGM 在发射后立刻转移阵地。而当需要精确打击一个隐藏在掩体后需要激光照射的特定目标时，则可以切换到激光制导模式，确保外科手术时的精准摧毁。最远16公里的有效射程，则是虎式 JGM 生存力的关键保障。当前绝大多数主战坦克的火炮有效射程在3到5公里范围内，这意味着虎式 JGM 可以在一个安全距离外发动攻击，自身不会受到直接威胁。此外 ，JGM 的串联式多用途战斗部不仅能有效击穿现代主战坦克的反应装甲，其破片杀伤效果也足以对低空飞行的直升机、无人机等软目标造成毁灭性打击。那么在实战中，这套系统该如何运用？我们可以设想几种典型的战场环境。在高强度对抗的正面战场上，一支虎式 JGM 小队可以被部署在安全地带，通过数据链接收由前方无人机传回的目标信息，在短时间内向目标区域投射大量导弹，形成一个由精确制导弹药构成的死亡地带。在城市或复杂地形的伏击战中，其垂直发射特性使其无需开阔的射界。一辆虎式 JGM 可以从隐蔽处突然发起攻击，然后利用其轮式底盘的高机动性迅速撤离，并转移至下一个阵地。即便是作为护卫与区域防空节点，虎式 JGM 也可以伴随后勤车队或高价值单位行动。它不仅能反制地面装甲威胁，更关键的是，它还能提供宝贵的近程防空火力，拦截前来偷袭的武装直升机或大型无人机，弥补传统护卫力量的防空短板。综上所述，虎式 JGM 并非一辆简单的导弹卡车，它是一个集成了先进底盘技术、数字化架构、多功能弹药和创新发射方式于一体的高度整合的作战系统。它所追求的正是在现代作战环境下实现生存力、机动性和打击效能的统一。不过，当一款新武器登上舞台，简单的性能数据对比往往只能看到表面。要真正理解虎式 JGM 在全球战场上的位置，我们必须深入剖析它与潜在对手之间在设计思路、作战体系和工业基础上的根本差异。而作为俄乌战争的发起者，俄罗斯的菊花 S 系统就是虎式 JGM 第一个需要审视的对手。从设计初衷来看，菊花 S 与虎式 JGM 都在试图解决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高效地摧毁成规模的装甲集群。为此，菊花 S 采用了双联起射和复合制导模式，在理论上具备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和饱和攻击潜力，但它的局限性在于其诞生的时代背景和俄军的作战思想。首先，它的6公里射程是围绕着上世纪末所设想的欧洲平原大规模坦克对决来设定的，它追求的是在市区内以最快的速度消灭尽可能多的敌方坦克。但在今天的非接触战争中，这个距离足以让他自己也成为对方的活靶子。其次，其履带式的 BM3 底盘虽然越野能力出色，但在战略机动性、部署灵活性和维护成本上却无法与虎式这样的轮式平台相比。这就决定了它更适合作为装甲突击集群的伴随火力，而非能够独立执行远程打击任务的外围游猎者。菊花 S 所面对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它的能力范围，但虎式 JGM 却没有这样的烦恼。而和虎式 JGM 做对比的还有中国的红箭石系统。将红箭石与虎式 JGM 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一个更有趣的现象，这两种武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路径和作战理念的碰撞。红箭石所代表的是光纤制导技术的巅峰。那么什么是光纤制导？简单来说，就是在导弹的尾部拖着一根极细的光纤，连接着后方的发射车。导弹前方的摄像头会将它看到的实时高清画面通过这根光纤传回给发射车里的操作手，这就形成了一种被称为人在回路的控制模式。红箭石就是这样将导弹的控制权保留在射手手中，而导弹则凭借传回的实时图像成为了一个会飞的侦察兵。这种模式赋予了它无与伦比的打击精度和灵活性，特别擅长攻击藏匿于复杂地形或掩体后的非直瞄目标。然而这种优势也存在缺陷，射手在引导导弹飞行的过程中必须保持静止或低速移动，发射平台在一段时间内是脆弱的。同时，这种精细操作决定了它更适合执行外科手术式的靶点作战，难以实现快速的火力倾泻。而虎式 JGM 则截然相反，它将更多的自主权交给导弹本身，它的发射后不管能力将自身安全放在了首位。虎式 JGM 追求的不是单次打击的精准，而是在最短时间内将大量智能弹药投射到指定区域，形成有效打击。可以说，两者各有专长。最后，我们需要明确虎式 JGM 与远程火炮系统的根本区别。将虎式 JGM 与海马斯混淆是一个常见的误区。海马斯的打击目标通常是位于几十公里外，由后方指挥中心通过战略侦察手段确定的固定坐标，它对付的是不移动或缓慢移动的目标。而虎式 JGM 的核心任务是处理由前线传感器，如无人机、侦察车或地面渗透小组实时发现的移动目标。
这些目标瞬息万变，往往只存在几分钟的有效打击窗口。因此，胡适职业 GM 必须具备更高的反应速度和前沿部署能力。综上所述，胡适职业 GM 真正的价值在于，它并非任何现有武器的简单替代品，而是通过整合不同领域的技术，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战术角色，并嵌入到现代地面作战体系中那个最空缺的环节。那么，聊完了技术、战术和对手，我们需要回答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胡适职业 GM 的未来将走向何方？毕竟，在2025年的 DSEI 防务展上，它还是一辆技术展示车，这意味着它还未定型量产。实弹射击等一系列严格测试计划也将在明年下半年展开，而它的开发模式也值得关注。这并非由某个国家政府提出需求，再由企业竞标的传统模式，而是一次由产业主导的尝试。莱茵金属与洛克希德马丁是主动预判了未来战场的需求，自掏腰包进行的先行开发。这种模式体现了两大巨头对自身判断的自信。然而，胡适 JAGM 的发展前景与两家公司的合作关系深度绑定，而这份合作并非是一时兴起。在此之前，双方早已在 F-35战斗机中段机身的生产以及 GMARS 全球机动火箭炮系统的开发上建立了稳固的伙伴关系。可以说，胡适 JAGM 是这一系列成功合作的自然延伸，它代表了一种跨大西洋防务合作的典范。由德国提供平台与整合经验，美国提供核心弹药与火控技术，算得上是强强联合，各取所需。而胡适 JAGM 上那套由24个发射单元组成的垂直发射系统，其最可怕之处在于，它并非与胡适底盘绑定，而是可以像乐高积木一样被方便地整合到其他平台之上。比如防护能力更强、承载能力更大的全时犬 8×8 轮式装甲车。这意味着胡适 JAGM 不仅仅是一款新战车，它更像是一个万能的武器插件，能够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和预算适配不同的底盘，发展潜力巨大。与此同时，胡适 JAGM 的作战模式本身就为无人化提供了可能，接收后方数据、垂直发射、导弹自行寻地，在整个攻击链条中对人的直接干预被降到了最低。这种高度自动化特性使其成为了发展无人化或可选成员作战平台的绝佳载体。我们可以想象，当其他人还在讨论无人机风权时，莱茵金属和洛克希德马丁已经在构想无人化的地面导弹猎手了。这或许才是胡适 JAGM 所开启的通往未来战争的大门。好了，盘点完了胡适 JAGM 的技术、战术、对手与未来，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这款由德美联手打造的陆地武库舰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在精确制导弹药普及的今天，陆地战争的生存法则正在转变，被动防御硬扛伤害的时代正在过去。如何先敌发现、先敌摧毁，成为了新的胜负关键。它也意味着未来的地面作战平台将是能够应对多种威胁的全科战神，反装甲、野战防空、精确火力支援都将成为它的任务。而胡适 JAGM 的出现也证明了，通过整合跨国家的跨领域的成熟技术，可以更快、更高效地响应瞬息万变的战场需求。当导弹的射程越来越远，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反应速度越来越快，那个由厚重装甲和强大火炮所定义的坦克时代，是否真的正在走向终结？未来的陆战之王会不会就像一群像胡适 JAGM 一样，集隐蔽、机动、致命于一身的导弹猎手？好了，关于胡适 JAGM 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认为胡适 JAGM 这种设计会成为未来的主流吗？或者在你心中，未来的陆战王者应该是什么样子？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